银河中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当你陷入绝望之时，可怀揣舍弃一切的觉悟，向战略投资部提交申请。一位美丽而危险的放债人能为你提供最后的机会。如果你一贫如洗，也不必绝望，因为正如他所说，这世上不存在无价之物，一切都可被衡量、抵押、交易。许多走投无路者都成为了他的客户，只为求得最后一线生机，却不知自己将要付出何种代价。他便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翡翠。为了能进一步学习翡翠女士的商业理论，本期节目我们远程邀请到了同为星际和平公司战略投资部的高级干部，年纪轻轻便已成为实心10人之一，翡翠女士最优秀的后辈，也是我最尊敬的领导托帕总监。吉米你好，大家好。托帕总监辛苦了，出差期间还得抽空参加节目，您看看。这期是介绍我的前辈，再忙也不能缺席嘛。是啊，而且借此机会也能再复习一下翡翠女士的教诲。托帕总监这么年轻有为，又这么虚心向上，能和这样的托帕总监共同主持节目，是我吉米莫大的荣幸啊！我对托帕总监的崇拜，就像托帕总监对翡翠女士那般。打住！这期是介绍翡翠女士，不是来介绍我的。我们还是进入正题吧。那么话不多说，就让我们走进这位优秀的职场前辈吧。翡翠女士是智识命途的量子属性角色，这位冷艳优雅、善于洞悉人心的放贷人，通过抵押与契约使敌人付出代价，为公司获利。释放普攻，翡翠会对指定敌方单体及其相邻目标造成量子属性伤害。释放战技，翡翠可使指定我方单体成为收债人，并使其速度提高，持续一定回合。收债人释放攻击后，会对每个击中的敌方目标造成一次来自于翡翠的附加伤害。但翡翠女士的投资绝非不费智慧，想从她这里获得什么，就得付出公平的价码。没错，收债人每次攻击后都会消耗自身生命上限一定比例的生命值。若翡翠成为收债人，则无法获得加速效果，但攻击后不消耗生命值。翡翠或收债人释放攻击后，每击中一名敌方目标，翡翠均可获得1点充能。当充能达到一定层数时，翡翠会消耗对应层数的充能，发动一次追加攻击，对敌方全体造成量子属性伤害。翡翠女士总说，人生苦短，良机莫失。不管是商场还是战场，她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永远乘胜追击。金玉良言，而乘胜追击也将带来更多的回报。当翡翠发动天赋的追加攻击时，它将立即获得一定层数的当品，每层当品都可使其暴击伤害获得提升。解锁特定行迹之后，在敌方目标进入战斗时，以及收债人回合开始时，翡翠都可获得一定层数的当品。他常教导我，收获不在一朝一夕。作为最杰出的放贷人，翡翠女士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等待。是的，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用手中的当品去撬动一切。哎呀，不得不说，托帕总监对翡翠女士的教诲真是如数家珍呐。毕竟她是我最尊敬的前辈嘛。释放秘技，翡翠可使一定区域内的敌人陷入持续一定时间的盲从状态。该状态下，敌人不会主动攻击我方目标。主动攻击陷入盲从的敌人并进入战斗时，使所有处于盲从状态的敌人同时进入战斗。进入战斗后，翡翠可对敌方全体造成量子属性伤害，并立即获得一定层数的当品。释放终结技，翡翠会对敌方全体造成量子属性伤害，并强化自身天赋的追加攻击，使追加攻击的伤害倍率获得提升。翡翠女士向来喜怒不形于色，但千万不要挑战她的底线。她要是动真格了，没人能逃脱被深渊吞噬的命运。托帕总监应该没惹过她生气吧？就差一点点。好。总结一下，作为智识命途的角色，翡翠女士的核心机制在于其高效的对群输出能力，配合多目标攻击的队友，可以高频地触发翡翠的对群追加攻击，使其更快速地收割战场。课程进入尾声，就让我们来一场实战，学习一下翡翠女士高效收割财富的致富理论吧。
这场商战，翡翠女士选择了黑塔小姐作为她的商业合作伙伴。与对的人合作，便是胜利的一半。翡翠女士从不失手。领导说的没错，翡翠女士释放了战绩，使黑塔小姐成为了收债人。黑塔小姐的速度获得了提升，并且其攻击都会附加上来自于翡翠女士的伤害。黑塔小姐释放了战绩，一锤子将敌方全体痛扁了一顿，并正好触发了自身的追加攻击。这2次攻击使翡翠女士的充能点充满，且黑塔小姐的行动回合也让翡翠女士获得了一定层数的当品，其暴击伤害获得了提升。翡翠女士随即发动了追加攻击，狂风扫落叶般将敌人收割殆尽，并使自身的当品层数再度获得了提升。不愧是翡翠女士，雷厉风行，游刃有余。哦，敌人的援军随即赶到，但这无异于送人头啊！他们的入局使翡翠女士再次收获了当品。翡翠女士释放了终结技，契约已成，再无退路。黑塔小姐乘胜追击，再度发动了一次追加攻击，翡翠女士的充能再度充满。得益于终结技的增益，翡翠女士发动了一次更加猛烈的追加攻击，敌人未能做出反应，便已被吃干抹净。下班收工啊，不是，就算下班了，大家也别急着收工啊，将业余的时间利用起来，好好复习翡翠女士的致富经，升职加薪不是梦。吉米很有干劲儿啊，好样的！还不是领导教育有方，我必用行动来回报上级对我的栽培。加油，好好干。我还有个会议，先撤了哈。总监辛苦了，总监走好，总监开会愉快。终于送走了，下班收工了，这个班一秒都不想上了，就这么点工资还让我加班，我不亏死啊！我知道在座的各位观众心里都是这样想的，但打工人不能只看重金钱上的得失啊，能力的提升那是能用金钱衡量的吗？我什么都没听到，就是来提醒下，拖了快1年的以会说话的雪鸮为主要卖点的短视频宠物节目企划2，记得交哈。就这样，下班愉快。不要突然回首那么遥远的伏笔嘛。